不尽或恶，祸从天降。这一句隐藏的应该也是威胁。我们若继续坚持调查，阻止他们作乱，那么你和你的亲友可能会有飞来横祸。你怎么能和夫人说这些？你这不省心让夫人担忧吗？以他的才智，猜到这一层是迟早的事。我只是提早给他提了个醒。愿一夜抬头见璀璨星月，不管弱水三千，直到你的出现。时光中匆匆缘浅一面，温暖回忆里的冬天。别管那明明孤沙，着一世风华。我等到岁月开出花，冰雪慢慢融化。我听到那温柔的话，他对她说：“哎呀。”怎么了？看过《郎中》了吗？哎，我没事，多谢关心。别强撑，我会担心的。你可不能有事，要不然谁给我做食补药膳啊？啊！申多，我今日真的没有力气同你斗嘴。好，刚才是我说错话了。你到底怎么了？申多，我喜欢查案，我可以忘我的追逐真相，却不想牵连我的家人。他们活恶们用尸体上的字向我传声，他们早就计划好了一切，故意给我们演戏呢。他们在向我们示威，这是警告。你是怕继续查下去，会牵连到你的家人。在相安的时候，若非我们及时赶到，三姐他们早已没有了性命。若我在瀛州的时候，他们真的对我的家人下手，那该怎么办？山高路远，我该如何护他们周全？我思来想去2个时辰，我真的没有任何办法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派车送你回香安。瀛州的事情，你就别管了。那你呢？你怎么办？我？夫人难道是想让为夫亲自送夫人回娘家？我们不能回去。你是内卫府的大阁领，我是刑部令史，我们此行是有任务的。我就知道
你是绝对不会走的。一时的情绪不会影响你查案的热情。你别装作你好像很了解我的样子啊。回过神来了，这才是我认识的严杏，牙尖嘴利，不留情面。当然了，也不畏强权，有着偏向虎山行的侄女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你家人的安危，我沈度向你保证，你担心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。来甘南道之前，我留了后手，目前来看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还记不记得那封香安来的信？香安急信是谁寄来的？徐内司。我当然记得。每年寿衣节的时候，太皇太后都会去骊山温泉山庄休养，还会加上一些臣子家眷，随行休沐。徐内司来信是告诉我，已经将严府的人安排进了随行名单，在太皇太后的视线范围之内，我想任凭哪派都不敢造次。好你个沈度！不过话说回来啊，现在的确是有一件不是那么重要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都与你有所关联的事。何事？那个无头尸案嫌犯的妹夫季大福来了。这个季大福呢，身份十分特殊，死者和嫌犯都是他妻子的亲哥哥。求求您给草民一条生路吧，行吗？我那舅子那案，什么时候才能结啊？这人头找不到，我认了。咱能不能让尸身早点入土为安呢？季大福，你稍安勿躁，此案尚在调查之中。莫刺史，你找我？听说你对此案有些新的建议。此案有些异象，我还在调查之中。我的建议是，将此案与新娘一案并案调查。若是并案，这查案的时长就会进一步拖长，那恐怕……潘郎君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你这第一神态是浪得虚名啊，还立个什么从不与雇主照面的规矩？我看你就是怕事情办不成，丢脸罢了。今日咱们就当着莫大人的面，你给我个痛快话，5日之内能不能结案，抓到凶手啊？若是抓不到，就把钱退给我，我好另觅高人。若是结不了案，我自会退钱。但我已经快查到凶手是谁了。哦，凶手是谁？凶手就是半面鬼。你的那个朋友为了不退钱，抛出的鬼神论，还真奏效。那个季大福听完之后大惊失色，然后就告辞了。但莫刺史那边可就没那么好忽悠了。潘郎君，新娘案我已经上报刑部，做结案处理。莫刺史，潘某提供了新的笔录。我看过了。那为何如此潦草结案？徐继泽有了新的证词，或能轻判。吴眼师一看就是案中案，和无头尸案颇有勾连。潘郎君，这里不是香案。这里不是香安，是曾经深陷兵祸几十年的瀛州。瀛州局势不稳，我朝虽设督府，然西臣虎视眈眈，历史上更是多次被西臣侵占。欲平西域之乱，防战火再起，在于凝聚民心。然而凝聚民心，你可知靠的是什么？潘某愿闻其详。靠的是长治久安，是以严苛律法杜绝罪恶，有案必破，有贼必抓。需要让人相信，
只要大仓的官员再任一天，瀛州就是一座可以让百姓安心度日的城池。所以，乱世就要用重典。徐吉泽的头颅，注定要被挂在城楼上，成为那颗震慑人心的人头，是吗？二赖皮穷凶极恶，死不足惜，亦不必查。徐吉泽强奸有夫之妇，罪加一等，破坏边塞律法，死罪难逃。不过我可以答应你，让他安稳去死，不必成为那颗挂在城楼上的人头。你将这件事这么详细的讲给我听，绝不只是为了告诉我潘池今日有多丢脸吧？你是想告诉我，要多理解莫刺史插手案件、急于结案的举动。他的位置注定不能同我们一样，一心只追求案件的真相。你在提醒我，要多多注意莫刺史的处境，不能怀疑他有一颗爱民之心。我是想告诉你，人是很复杂的，不能那么快下结论。沈多，沈多，你对莫千之有多信任？他原来是我最相信的人，如今呢？如今是我私心最想信任的人。凡事要查明真相，都难免要经历你现在的过程。再小的细节也罢，再亲近的人也好，首先不要去怕怀疑，要敢于去正视他们。信任，也可能也是一种追查的力量。火恶门在瀛州渗透深远，神与墨关系密切。走，再看一眼，走，再看一眼吧。走，别说了，走，你再看一眼，快走。店家，哎，再给我来壶酒。好嘞。严杏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看一看，哎，客官看一看啊。都是新上的样式。六娘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来遛鸽子。遛鸽子？六娘，你可知这家店的招牌就是烤乳鸽？不过这话说回来，你这么做，是不是对这鸽子也太残忍了？让他自己亲眼看到
自己这必死的命运。这一杯，就敬这只可怜的鸽子。你不会是因为今天下午被季大夫编排无能，在这儿借酒消愁吧？果然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这季大夫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，他的话还入不了我盘吃的耳。那是因为吉安，听说新娘案你拿到了新的证词，可有什么发现？发现？哪有什么新的发现？都是些无用的证词罢了。不过，我为了搜集那些证据，我去牢房里找了许继泽，在问了他的话之后，我要走的时候，他突然对我说：“潘郎君，你也是个寒门的读书人吧？以你的胆识谈吐，却不再刑部为官，而是做个劳什子民间神探。我大胆猜一下啊，你跟我是一类人，受累于出身卑寒。”求你别关门，我的诗文已经呈交府上1月有余，不知黄阁老看过了没有？真是赶不走的野狗，就那穷酸样，还想让我们郎君保荐？我和你道不同。我虽有再多不敢，也做不出向弱者泄愤的事情。弱者？不，我从不欺凌弱小的。我欺凌的是那些一直打压欺辱寒门的名门士族。他们生来就能坐吃公卿，把我们这些寒门当作仆隶。我释然指了他们的新娘，我就是想让他们尝尝屈辱的滋味。这种滋味，我们寒门数十百年来，每一天都在苦咽。事已至此，你还不觉得自己有错？有，在杜娘子的案子里，我犯了不察之错。所谓不察，是指作案刚开始发现，李家甚至连士族都称不上，对吗？果然是第一神探。杜娘子被绑出去以后，二赖皮说李家是大富之家。最早呢是由李弘发做小生意发家致富的，但是他一心想让儿子入仕，就因着是士农工商里的商，所以李子墨跟我一样。后来李弘发花了大价钱，给自己洗白成了一个士族之后的假身份。李子墨后来就可以报考了。所以你最后决定停止作案，便和二赖皮开始了争吵。对，我们吵得可厉害了。后来发现好像被人跟踪了才作罢，但我从始至终我一直想给杜娘子送回去的，结果谁知道遇到了命案。二赖皮真不是我杀的，杜小婉我也几乎完璧归赵了。今日你所说，我会如实上报，以作量刑参考。若以律法，确实可以轻判一二，但在我的心里，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懦夫。勇者愤怒，利刃向更强者；怯者愤怒，利刃向更弱者。那些真正打压你的豪强，你不敢动，却把目光投向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。你这不是报复，你不过就是个欺善怕恶的小人而已。量刑早就结束了，我必死无疑。你们刚来瀛州啊，不了解这个墨刺史。我从我来的那一天起，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。你说的对，
我是自作自受，自掘坟墓，不，我就不该生在这个世上。下辈子，我宁愿生做一个不识字的庄稼汉，也不做一个似懂非懂的读书人。你别喝了，店家，别再给他上酒了。啊，给他来一碗羊肉汤面。行，好嘞。来，您请。甘南道地区的羊肉可是出了名的好吃，你信我。与其借酒消愁，不如借一碗汤面消愁，试试。如何？这味道确实不错。看吧，我没骗你吧？仰天大啸去，高步踏神州。贵者虽自贵，无事若尘埃；贱者虽自贱，谁言不谦惧？正衣揽群山，濯足于长河。六娘，你突然背这个做什么？我只是觉得这檄文豪迈大气，寥寥几笔就揭露了打压寒门之事，好不痛快。此文一出，传遍了皇城茶楼酒肆，甚至在那些日子，湘安城里的士族子弟出门吃饭的时候，都不敢太过张扬，怕惹上暗潮涌动的民怨。你这铺垫这么多，不会只是为了夸我的文采好吧？当然不止，我还要夸赞，我钦佩你的勇气。人只要永远保有迎击腐朽权威的勇气，有的时候一句话或者一篇诗文，都能拥有很大的力量。我知道，大仓线下寒门的处境会令你感到失望，可只要我们人人都不放弃，我相信总会有位寒门才子拨开乌云见青天的那一日。哎呀，不知道是这碗面太好吃了，还是你的话起到了激励作用。我现在感觉是神清气爽，还能再查10个案子。别，甘南道的案子可不能再多了，线下已经查得没有时间休息了，案子再多，可真的就撑不下去了。有件事，我还是想告诉你。你若是受报，不用忍受。谁说这白无常府是入得出不得？依我看，这沈度就是个纸老虎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潘池我定是为你上刀山下火海，帮你脱离苦海。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没有人对我施暴。没人对你施暴，你这额头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每每见你，一处新伤一处旧伤的，难不成不是在家里伤的？确实是在家里伤的。哎，我怎么跟你解释呢？总之，沈都真的没有欺负我。
虽然我替嫁入神府有一些荒唐，也并非他所愿，但总体上，沈都算是个合格的夫君，他对我和家人也多有照拂。而且，我早晚都是会离开他的。无论是沈都，还是我，都心知肚明，这一天很快就要到来。为何？因为他心里始终都有一个人，而那个人不是我。这个位置啊，本来就不是属于我的。夫人，末刺史感念您公务繁忙，特意安排您去瀛州最知名的汤池一溪池修墓。小娘子，咱们一溪池可不比皇家骊山温泉差，是西岭山饮下的千年之水，辅以天然地热，池中更是添加了数十种香料，男能温肾补阳，女能美容养颜，功效那是有口皆碑。甘南道方圆百里求子的夫妻，都会特意来这池中泡一泡。多谢讲解，您一路引导辛苦了，先去歇着吧。不成不成，奴婢还没伺候您穿纱衣呢。谁？是我。你怎么来了？自然是来泡汤。这里是女汤池，你去别的地方泡。一溪池就一个池，哪分什么男女？何况瀛州府安排我们夫妇一块泡汤，若是分开泡，会不会太奇怪了？让外面那些人怎么看？外面那些人？外面有几个仆妇和家丁在看着，即便是做戏，也得和你一块泡。我下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别下来，你背过身去，把眼睛闭上。你害羞了，不敢和我一起泡。我才不是呢。我是怕你扭扭捏捏，到时候让我尴尬。好了，可以睁眼了，下来吧。现在我什么也看不到了，从哪儿下来呢？糟了，他眼睛不好，早知道给他留一盏，等他下来了再处理的。你等着，我来扶你。你说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人，那个人是谁？莫秀秀，不行，那不就暴露了我偷听他和莫前之说话了吗？沈都，你怎么窃听我呀？
你就不能光明正大的问吗？我现在问，你敢回答吗？我当然敢啊！素来听闻大格林有不近女色之名，这一点我深以为然。神府里别说是通房妾室，便是女婢都很少。再加上你对我多番看不顺眼，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我不近女色，是因为心里已经有了喜欢的女孩子。哦，那就是我误会了呗。嗯。我与他年幼相识，他的藤编小珠我收藏至今，因为他，我才可以在醉容所里面苟活下来。是，多亏莫修学他哥求情，他才免了死罪，进了醉容所。每每入夜的时候，他就会悄悄潜入后花园，给我带来慰问和吃食。暗无天地的日子里，那是我每晚苦苦守候的光。我甚至不知道他姓甚名谁，也不曾看清过他的面庞。而我送给他唯一的礼物，只是一只铜哨。这哨子是我爹送我的。我记得他跟我说过，有一天会光明正大的接我出去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帮沈家翻案，光明正大的接你出去。后来很多年，我都没有再见过他。他像人间蒸发了一般，直到有一天，就如同命中注定一般，成为了我的妻子。但可笑的是，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她就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女孩。后来我知道了，希望不算太晚。我想告诉她，在我心里，从始至终，一直都是她。
你先说。你怎么知道那个藤编小猪是我编的？你这一路上犹豫了这么久，就问这个？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不是秀秀编的。哇，你好厉害！我也想编个给阿杜哥哥当生辰礼物，可是我怎么编都编得很丑。你能不能和我换一下？好，拿去吧。谢谢，你人真好。我生辰那天收到了小猪，原本想寻个由头和你道谢，却得知你被家人接走。当时我还满心沉浸在我爹没有不要我的幸福里，他因为公差来得迟了些，我也不曾注意到旁的。没想到你还一直留着藤编小猪。后来沈家就被抄家了，这个藤编小猪成了为数不多可以留下来的东西，我也就一直留着，也能让我想起我父亲教我藤编的那些好时光。直到前不久我才知道，此六娘是颜六娘。醉容素，你一直说要来接我，怎么后来没有来？因为我是从后花园的狗洞里爬进来的，后来他们发现了这个漏洞，就把狗洞给堵上了。再后来，你也不用我来接了。谢谢。你还是来接我回家了。大哥领，今日的接风宴怕是吃不成了。潘郎君发现了无头尸案中的重要人物。什么人？他叫刘宗远，是死者李凯祥的邻家租户。案发之后，我发现死者不少家田都落入了他手下，于是前去家里查探，发现这个人刚刚搬走不久。莫刺史，这衙府可否派些人去查探他的下落，最好能抓回来？没问题。大哥领，实在是抱歉，今日确实是突发情况，还望大哥领海涵。查案要紧，莫刺史不必自责。既然他离开没有多久，距离出城也有一段距离，不如下一道封城令。我那位在一道加强搜查，说不定能将此人留下。大哥领所言极是，我这就命比丘拟封城令下发，希望早日将真凶缉拿归案。哎，若是能将半面鬼睡梦中吃人一事的谣言一并破除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今夜恐怕晚归，不用等我。
走吧。我先走了。时间还早，我们去牢里会李凯瑞，如何？瀛州城的大小街道都已经搜遍，却不见刘宗远的身影。他要么是逃出城去了，要么还藏匿在城中的某处宅子里。我们已经下令封锁了城门，沿途还设关卡。刘宗远能逃出城的可能性非常小。莫刺史，我是建议把嫌犯可能藏匿的院子再搜查一遍。算了吧，城内的百姓本身就因为近日的凶杀案闹得人心惶惶，若是再看到官府半夜搜寻民宅，恐怕人心不稳呐。你也看到了，城门既已设卡，我的兵会严查进出人员，他跑不了的。进去吧。下一个，在这儿写。包里装着什么？瀛州城的士兵果然军纪严明，不同凡响。进去吧。想来是主官花了不少心力财力治军，他们的胸背甲和护肩都十分精良，不像是普通的边塞士兵。你是从皇城来的，优良的军备你可见过不少。我这点盔甲算不了什么。瀛州城地处西域边塞，防卫是重中之重。我们是处处节省开支，把能省下来的银子全花在了军需上，没办法的事情。大哥领，人找到了。这位是刑部的严令史，他有些问题要问你。令史大人，我是冤枉的，大人。不用着急跟我申冤，我问什么，你答什么便是。只要大人能为我申冤，让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愿意。刘宗远，你认识吗？认识，和我大哥关系不错。出事那天，我本请了他和大哥一起喝酒，可他临时有事便走开了，因此便没人能证明我的清白啊。那他来自哪里？你可知晓？我只知道他是个商人，在生意上还帮过我大哥出谋划策。那刘宗远他会武功吗？不会，他就是个商人。这么肯定？哦，我记得有一次，他家中跑进了一条蛇，还是我大哥帮忙捉的。严令史，你在记什么呢？记录案情而已。还有一张半面鬼的画像，是我自己凭空所想而画的。哦，原来严令史还有此等才能啊！那不妨让我看看，在你心中这半面鬼究竟长什么样子？要看回去再看，现在看啊，可是瘆人的很。万一真的招惹出来了半面鬼，那我们都活不成了。也对啊。你大哥死了之后，原本切口处什么都没有，突然有一天，切口处竟然现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罪状。你可知晓这件事情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既然你不知道，那就陪同我们一起去看看尸体吧。刚好这些罪状我们也不是很清楚，你跟我们一同前往，刚好能解释一二。来人！是。不，我就不去看了，那个场面太过恐怖，我实在看不了啊。更何况，他还是我亲哥哥。既然是你亲哥，那你更应该亲自去看看。你一直在喊冤，不过就是罪状而已，不用那么紧张。那我求你们了，我求求你们，我说，我大哥之前的确干过一些蠢事，
但是罪不至于斩首啊！我大哥年轻的时候好赌成性，输光了家产。后来他痛定思痛戒了赌，然后做了点小生意，而且也赚了些钱。可最近他又频繁借钱，甚至抵押庄田。我们疑心他又开始赌了。谁知他竟然信了邻居介绍的江湖术士，拿银子全部去买仙丹了。为了此事，我和大哥吵了一架。不多时，那个介绍术士的邻居刘宗远，竟径直找到了大福的茶楼。好你个刘宗远！哎，二位仁兄，稍安勿躁啊！我此番前来，并不是要触怒二位，实则有事相谈啊。我们和你没什么好说的。若不是你将那个术士介绍给我大哥认识，我大哥会落到今天这副模样吗？你怎么还有脸过来啊？你把他大哥害成什么样子？连家里的庄田全都卖了，做出这种事情，你有没有良心？那江湖术士，我也是闲谈间提及，当做奇人异事分享而已。万万没想到，李兄竟然沉迷到变卖了庄田，我也是后悔不已啊。现在我能做的，只能是帮他将损失降到最低。这些天我一直帮他经营着生意，还有他变卖出去的那些庄田，我已经帮他全部收了回来，都是以李兄的名义。你们要是不信，我这有字据为证。大福兄，这原来那刘宗远是个好人。我们三人约定2日之后，约上大哥喝顿酒，好好劝劝他迷途知返。那个季兄啊，我忽然想起来，有些生意上的事情不大明白，想向你请教一下。咱们借一步说话。好嘞，那这酒二位就先喝着。我们俩出去聊完之后，再回来与二位会合。二位，你们先聊着。我明白，他们是故意给我们两兄弟创造独处的环境，让我好好劝劝他们。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？几日不见，消瘦了这么多，以后莫要再信那术士的谗言了，把自己的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强啊！弟弟，你不懂，那原仙人是真的有神通，他能请神仙下凡，这是大哥我亲眼所见的。弟弟，依照我看，你就不要管手边那些琐事，跟大哥一起修炼成仙，长生不老，如何？什么神仙下凡长生不老，那都是骗人的把戏而已。大哥，我们这么多年付出了这么多，你怎么能轻易相信这些呢？还沉迷其中，你对得起我们在天的父母吗？你对得起我们这么多年的付出吗？你才是愚蠢，连大哥的话都不相信了。大哥，我能骗你吗？既然说不到一块儿去，还有什么必要继续呢？大哥，你……再后来，我便深陷灵域至今。醒来看到那般景象，我实在搞不清楚当日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严令使，我看这时辰差不多了，我们也该走了。时辰？什么时辰？不过，你得换身衣服。你带我来这种地方做什么？自然是查到线索了。这头牌的时间可不好用，赶紧进去吧。哟，潘郎君，你可来了！来，3楼上雅间请。来这边。
儿。请。潘郎君，你们在此好生歇息，秀秀呀，马上就到。如梦如仙忽零落，木匣何处绿萍空。潘郎君还真是厉害啊，到哪儿都有你的熟人。看来你也是此处的常客喽。我来此只是为了查案，绝无其他。秀秀既然是头牌花魁，那一定很漂亮。我也想见识见识，这甘南道的倾城美女和香安有何不同？芙蓉不及美人妆，水殿风来珠翠香。公子的诗中秋风带荡，芙蓉花飘香，就连那含着露珠的莲花都不及眼前的美人。风带来的美人香比那莲花还要清幽。只不过，公子的这番心意是要赠与何人呢？美人舞如莲花旋，世人有眼应未见。赠与何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佳人在面前，却不知我意。秀秀姑娘，我让您帮我调查刘宗远的事情。我约的词呢？那潘某自然是不会忘。潘郎君的吩咐，秀秀亦是铭记于心。那刘宗远第一次来时，连大厅的茶费都是堪堪凑齐，只不过不知从何日起，他变得出手阔绰，常点名要我作陪。我跟你说，他们那家人都是傻子，我不过几张手写的字据就给蒙骗过去了。他那个弟弟和妹夫更该吃药，要不你让他们买点仙丹啊？还是你坏，还是你坏！想那刘宗远，定是联合了江湖骗子，侵占了别人家的财产。如此说来，刘宗远是李凯翔死之后最大的受益者。他一步一步侵占李家的家产，直到掏空他的家产，最后潜逃。他砍下尸体的头颅，或许是为了把所有的线索都牵到半面鬼身上，以此来制造恐慌，误导我们的判断。秀秀和潘池认识的时间也不长，为何会对他如此推心置腹，说出这么多事情呢？适才姑娘浇花的时候，我写了一首新的词：雨后花开几朵青，清凉夏日试娉婷。池上芙蕖尘不染，看雁，过墙小蝶好心情。叶翠流波风浅动，手捧清香袅娜袖边生。俏丽女儿罗髻婉，偷剪嫣红一抹指尖凝。你们两个好好陪一陪这位郎君。见过郎君。这是……看来这老板娘是老江湖了，这女扮男装，可过不了她的瘾。来，郎君，敬你一杯。平时探案都这么辛苦了，好不容易放松一下，喝吧。大哥领，您怎么来了？
哎呀，你听我解释嘛，我们去绣香阁真的只是为了查案，那些男灵也都不是我叫的，我根本连碰都没碰。我信你，我也不是因为这个生气，只是以后你若是晚上出去查案，完全可以跟我说一声。回府找不到你，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。也是事发突然吗？我下一次一定会提前知会你一声的。哦，对了，刘宗远你们可有找到？他诈骗霸占李家田产，很可能就是杀害李凯翔的凶手。找是找到了，那我们回去便提审。已经成了一具死尸，怕是开不了口。刘宗远丢掉的是肝，而肝便是从此处被挖掉的。诸生笑飞蛾扑火，竟不知身为蜉蝣，朝生暮死不入轮回。飞蛾烈火不死，轮回重生；人面兽心，罪责难逃。不敬火蛾，祸从天降。又是半面鬼火蛾门。这个刘宗远是个习武之人。你们看他手上的茧子，这么看来，这刘宗远是故意伪装成自己不会武功，做一个商人，暗地杀人，可后来却被人灭口。或许我们都把事情想复杂了。推测真凶，有更简单的办法。刘宗远诈骗光了李家的房产，令李凯翔到处借贷，伤害最深的是谁？李凯翔已死，李凯瑞在狱中，那么就只剩下季大福。对，其实我一直有一点疑惑，刘宗远拿着伪造的字据，胡诌自己已经以李凯翔的名义帮他把变卖的庄田收回，居然就能骗到季大福，让他相信他就是一个好人。季大福大小也经营着茶楼生意，这种无私奉献的戏码，他心里不会打鼓吗？要么季大福足够天真，容易相信别人；要么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相信刘宗远的说辞。从始至终，他都想报复诈骗李家财产的刘宗远。已知季大福有嫌疑，我们不妨就跟着他查一查。怎么说话呢？干什么你？你别推我呀！滚一边去！大人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他们一行人不讲道理，欺负我呀！我们还有正事要办，给我松开！不管也得给我评评理，我不能白这么欺负我呀！你应该去衙门报官，刺史大人自然会为你做主的。对啊，我应该去衙门报官啊！我找你们干嘛呀？你们究竟是谁？啊，我们一行人返乡探亲，还有要事要做，就不多打扰了，告辞啊！走。
我等一良人见过严令使、沈大哥令。刚才发生的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在下甘南道地区一良人首领孙谭，刚才那一幕只不过是想让三位滞留一会儿，好与季大福错开。我们最近在调查一桩放利钱的案子，查到了季大福头上，此人行踪诡秘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所以我们才出此下策。还请三位不要怪罪。无妨无妨，只不过这个法子太过张扬，万一在场有细心之人留意到你们，岂不是就暴露了？严令使所言极是，这次是我们疏忽，下次会注意的。要不是瞥见了令牌，我还真没有想到，你们就是一良人。一良帅令牌，不必不必，折煞我了。见牌如见人，这点规矩我们一良人还是懂的。沈夫人放心，以后有用得着我们一良人的地方，我们定当全力以赴，在所不辞。你刚才说季大福行踪诡秘，可是查到了什么？季大福表面上是茶馆老板，实则还经营着一家地下赌场，兼做放利钱的生意。很多的钱财经由他的赌场做账，然后流转到各地，动向十分可疑。你是说，这个季大福很可能在帮着一个幕后高人敛财，把来历不明的钱财经由赌场输送出去？此案牵涉面甚广，我们顺藤摸瓜，发现很多甘南道地区官员也混入其中，所以我们只敢单独行动。三位也想一探地下赌场，还需要乔装一番。都记住了吗？你叫孙大牛，你叫柳清明，我叫万二哥，我们三个都是来甘南道做生意的商人。你们好像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啊？我们要去的是赌坊，你们二人谁精通赌博呀？自然是我啊！我保证，赢得他们连地契都拿出来。三位，来里边请。这边。万二哥，你们坐下之后，店小二上茶点之时，就做一个暗号动作。三位，咱这边请。会有人带你们去赌场，我在下面当护卫，到时可以接应你们。买定离手啊！买定离手！站住！三位，看着很面生啊。哎，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。几位郎君闲来无趣，想玩把大的，你把他们带进去就行。行，知道了，跟我走吧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来，继续来。压大压小，哎大，这么小，不要压大，不要压大，落子无悔，买定离手。我赢了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赢了！压大，压大！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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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诸位，恭喜诸位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这把我压大。
我要大。我们今天是玩多大的？全听万二哥的吧。今天你就来赌几把，赢了算你的，输了算我的。行，那这第一把50两。行。压大。诸位买定离手。压大压小，买定离手啊！看好了，50两啊！看好了，压大。诸位落子无悔，买定离手啊！我要大，我要小，压大，小，就得压小，小的。果然有问题。122，5点小。恭喜诸位，恭喜诸位啊！今天你手气不好，换孙大牛来。我柳清明今天手气确实不好，大牛，换你来。哎呦，我这肚子忽然疼了。这人怎么了？不行，得上趟茅房啊！哎呦，不过还是等你压完这把，我再走吧。我们万二哥呀，不想玩小的，想玩把大的。对。不知几位郎君想要玩多大的呢？1000两，一局定胜负。1000，什么1000两？好。哎，这么大的赌注，要不然换个赔法，1赔2怎么样？自然可以。落子无悔。1000两啊，我买大。开呀！快开呀！开呀！对呀，这等什么呢？这个不好事啊！刚才我输钱的时候，你开的比谁都快，这会儿怎么着？这么大的赌注，不是应该赶紧开吗？开呀！开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哎，就是开呀！好厉害呀！赢了！几位郎君，今天的手气可真好啊！不如借着手气再赌一把。我们的老板想亲自会会诸位。哎，不赌了，你去跟你们老板说，今天我们赢的这些银子就够了啊！好啊！听说今日来了几位贵宾，鄙人季大福是这个赌坊的老板。我觉得赌不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交朋友啊哈！在下已在雅间备了好茶，劳烦几位登楼，咱们边喝边聊。行，那赶紧的吧。六娘，三位郎君，幸会啊！来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干什么呢？毛手毛脚的，不怕吓到我的客人啊？掌柜的，这个人已经没用了，要如何处置？没用的人还留着干什么？扔出去！是。
在我的赌坊敢赢这么多钱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命有多长。看来那半面鬼趁人睡着吃了胳膊腿的传说，多半来自赌场里被砍去手脚的受害者，不敢明言而谎称失忆。让3位郎君见笑了啊！我这手下人毛手毛脚，就是没个眼力劲儿，没吓到你们吧？你刚才吓到我了，那个人胳膊怎么了？怎么断了？没事没事，都怪那个人胳膊太脆弱，这一碰就断了。哦，哎呀，瞧得出来，3位爷在我的赌坊赢了这么多钱，不太合规矩吧？这银子是我们赢的，又不是我们抢的，怎么就不合规矩了？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什么废话了。我给你们2条路选，要么乖乖跟我赌一场，把赢的钱还回来；要么赢的钱你们留下，但得留下你们身上的一部分，选吧。你说的那2条路我都不选，我要银子也要身体。那就是没得聊了。掌柜的，外面有人要见你。我正忙着呢，打发走。来人立有瀛州刺史莫大人。给我看好他们。走开啊！大哥领，带走。是，走，老实点，快走。岂有此理！居然有人敢在本官眼皮子底下私立赌场，故弄玄虚。下官此次查阅案宗才知道，这季大福妻子李秀莲正是多年前一起恶性匪徒奸杀案的受害人，而这匪徒恰恰是他兄长李凯祥借贷不还才导致的。无头尸案多半是季大福为报妻仇，借用半面鬼传闻杀了李凯祥。这个季大福眼里到底还有没有王法？这种恶人，居然让他跑了！来人，传令下去，全城缉拿季大福。是。大哥令，严令史，今日还要多谢2位深入虎穴，才能一举侦破此案。2位今日就好生休息，剩下的交给我，相信我，一定会早日将季大福缉拿归案。
竟然让这厮跑了。山多，杀了我4肢经脉都被挑断，还被人剥了脸皮，这么短时间内完成，凶手只怕是个惯犯。怎么了？发生何事？比丘他失血过多，恐怕他……比丘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半面鬼，半面鬼是不是？我与你不共戴天，为何要这么对我的下属？冲我来！冲我来啊！莫刺史，你先冷静一下。你可有见到凶手的脸？比丘，你要说什么？给我个解脱！神都，神都！定待你家人如我家人。不必自责，这个世上的恶人本就是除不尽的。我知晓这个道理，只是……只是亲眼看见了，还是瞧不下去。